像板桥有一家很有名的叫小潘凤梨酥嘛，对不对？他后来不是也去布到超商的通路，好像全家哪边就买得到这样。好，那个很特别哦，那个是在老公寓区哦，老公寓区里面的1楼的店面这样，他还买了好几间店面啊，就是做那个来买都排队排到弯弯绕绕排出来啊，大家怎么来的？桥头拜哦，在地就是骑机车，新庄的三重的大概都是骑机车来的。还有开车来的，那附近根本你就找不到停车位，真的找不到。我就很纳闷说，那这里的住户他怎么办？他要停车，他要牵车，他怎么办？就是这样，你的停车位会被等于是什么？等于是说，这个名气跟钱是这一家排队名店把它赚走，可是它造成的一些负面的成本就是停车位没有，然后排队排乱七八糟，有噪音，然后乱丢垃圾等等啊，却是附近没有分到钱的人要一起承担。楼下餐饮点嫌恶设施，油烟、噪音、蟑螂3大隐藏危机，你能接受吗？先说结论，楼下是卖吃的，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作息，那你自住你就要多考虑。如果是自产的话就没差。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楼下就是卖吃的，会影响居住吗？这次来聊点轻松一点啊，就是你要买来自住的房子，各种条件都很好，但它1楼是卖吃的，会不会影响你的居住品质？算不算一种嫌恶设施？这样，那个卖冰的就不要拿出来讨论。我们现在讲卖吃的，就是说有油了，会用到油了，然后有火啊这样子，然后就会脏了。好，你把它想成自助餐好了，就是排队夹菜那种自助餐这个破坏力比较强这样。好，那我们先讲便利商店便利商店开在你家楼下好不好？爽不爽？听起来很爽啊！你下楼就买吃的买喝的拿包裹方便，应有尽有。这个楼下有便利商店的爽度，我有感受过一次以前住公寓，楼下就是便利商店，那个时候在刮台风就算有雨衣也会全湿的这种等级，但是下楼拐个弯就到便利商店那路上一整路都有遮雨棚，连伞都不用带。那时候在那边买凉面台风天吃凉面爽的嘞，就看大家在那边淋雨，进来都是淋雨衣这样，就没事短裤拖鞋。那除了这个时候以外，我个人觉得还好其他时间都还好，因为便利商店怎么样，它24小时营业，所以它的欢迎光临谢谢光临，然后现在全家不是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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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后来全家改版了嘛，它改了一个新的这个jingle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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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这个jingle有一点意见为什么？因为怎么会是小调呢？你这个欢迎光临在用的，你怎么会用小调去？不懂，那听起来有点诡异，对不对？好，开门关门24小时，还有半夜的时候货车补货，那个货车的吨数都很大然后那个冷藏车他们光趴在那边喘，就是那边临停的时候那个就很大声了那有体验过就知道，所以你就会听到货车的排气声在那边喘嘛因为他要送货嘛，然后空空空空啪啪这样，因为他拖那个嘛，然后上下阶梯铁质的什么的，就这样噪音如果那个还打灯像现在的货车，因为法规关系不是很酷霸吗？什么左转弯超大声，吵死人那如果你是浅眠的人的话，会受不了。现在还多了一个叫做虾皮店到店，对不对店到店半夜也会送货，而且他们半夜送货的量体很巨大那也会有货车同样问题。当然你要知道楼下是早餐店会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讲早餐店。早餐店的话跟一般餐饮都差不多，就是容易有蟑螂、老鼠，然后油烟会往上飘。通常就是2楼、3楼的住户会受影响，那个窗户都可能会有油烟但早餐店会多一个问题是，他们会很早起来备料，非常的早2、3点的。像我朋友家里是开早餐店凌晨2点多起床，4点就要备料了煮红茶、切红萝卜、切小黄瓜之类的噪音是还好，但观众有跟我说他家楼下也是早餐店，然后是中式早餐包子、馒头、油条这种这个就蛮有问题的店家凌晨3点的时候揉面团，开机器甩面团，蹦蹦蹦这样，是蹦蹦蹦，不是啪啪啪然后会开那种大台搅拌机，就我说那边震地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油烟味大家会很 care 这个油烟味。那现在的那个早餐店或多或少都会装大台的什么静电什么的嘛就是它不会再有那个油烟直接把它排出来新机器那老的时候马达会出现怪音，那个怪音就很可能你在家里听都会听到一个声音，那你去看又没什么问题那个就是机器的震动。即使那家早餐店开在你的对接都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是真实去测过这样。好，那个观众也有讲这很夸张，他就是
看便宜嘛，一个 Apple， 然后出来他就买了以后楼下早餐店，然后他们家后阳台晒衣服都是早餐店的味道，夸张哦，夸张到这样啊，不在那里晒又不行。跟他沟通，人家就很无奈说，你看机器什么的都买了啊，我们投资也很大，我们也都合法这样。好来，最后你要知道，咖啡厅也有可能会被投诉哦。咖啡厅，文青最爱的咖啡厅哦。那咖啡厅其实跟前面这几个来比，真的是破坏力超小的哦，就是安全非常非常的多，它不会有什么油烟嘛。哦，咖啡厅就是蛋糕、面包，也不会在店里做嘛，在外面做好送进来这样，顶多有个烤箱哦。那还是有2个可能会被投诉，你自己考虑好就好，就是咖啡的味道。好。这不是人人喜欢呢，这个有上过新闻哦。来，你看标题我念一下：受不了咖啡香飘整日，邻居嫌臭举报啊！就是有人就不喜欢烘豆的味道。那个什么，有一家饮料店什么卡玛咖啡哦，我不知道他们是行销策略还是什么，他们就是大概都外带不给内用，跟路易莎不一样。他们在店里就会烘豆，然后就烘豆就会有那个很大量的那个咖啡的味道会出来。我现在没有要评级它哦。我个人不喜欢那个味道，我就是觉得说咖啡你要这样，你味道浅一点或是怎么样，你那个可能在咖啡爱好者的味觉里面会觉得说哇这个很好，闻到这个味道非常的舒服这样，可是我就很不喜欢了，那个风又是热的，那个味道又那么浓，我就不喜欢嘛，就这样啊。这个也有新闻就被人家投诉，反正你在店里烘豆，你觉得很香，人家觉得很臭啊。那他们通常做街坊邻居的公关，就那个出来的咖啡渣放在那边，因为咖啡渣很多用途嘛，很多家庭主妇拿回去放冰箱啊，或是干嘛有没的，对不对？那就很多嘛，就你要拿你去拿这样，有拿的当然不会讲话。然后像我没跟他拿，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确实是有点大，我不喜欢了。好，那这个就很看个人就跟香菜一样啊，就有人喜欢嘛，啊就有人闻到会吐嘛，这个不是他多难搞，这是基因的问题。像我就很怕那个杏仁的味道，你知道吗？杏仁的味道，杏仁的味道就是说，小时候我去大卖场，我最怕经过的就是那个杏仁的味道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大卖场都有嘞，家乐福什么通通都有嘞，杏仁味，我觉得好恶心哦，我一闻到就好恶心哦，小时候还会吐的那种，所以走过那边都要憋气哦。那当然，老人家就觉得这很养生啊，杏仁呢有什么不好哦？好，那我后来去查，这东西是基因啊。有人基因上就能接受，有人基因上就不能接受，所以父母不要再乱逼小孩子去吃这很好你吃，然后他就不要吃，然后他说很恶心很臭或是什么不会表达的话都会讲很臭那其实就基因在排斥这个东西。就比方说有人很怕芹菜的味道，我就 OK， 怕芹菜的，然后你说芹菜健康什么什么高纤什么，那逼人家吃，好心办坏事就不要。就这样啊，所以咖啡也一样啊，就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嘛，对不对？好，那再来是第2个户外咖啡桌，就是有一些咖啡厅桌椅摆出来，方便想聊天或抽烟的客人可以在那里坐。我讲到这边你就知道我要讲哪个牌子了，对不对？真的是就是会有一堆 logo 那看起来像无业的老头啊，一堆啊，然后在那边抽烟抽整天，然后地上垃圾一大堆，烟盒直接丢地上，然后反正店员会切有没的。然后又开得很晚，知道就知道我在讲哪一家，夸张啊，真的是夸张，看起来都很不卫生这样那个女生她走过去，我看他们都会小绕一下，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牌子经营成那样。你听我描述，你都觉得还好啊。如果这群人抽烟的老头阿伯，然后那边嘻嘻哈哈，扑克牌拿出来打，他就在你家楼下，你爽不爽？对不对？你爽不爽？抽烟呢？就这样啊。如果楼下卖吃的，那就是这几种情况，你都可以接受的话你要是自住，那你就买那如果你是自产的话，那就没差我讲的是负责任的没差，不是说我们是坏人反正是租客在住，不是我在住，这哪有差？不是这样，而是那你就一样去自产，然后房子整理好弄漂亮之后就来出租。他们明明知道你家楼下就是卖吃的，他还来看你的房子，就是他能接受这已经是一个筛选了所以不用太过担心。就这样，卖吃的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的公寓底下卖吃的，这个大概就看你能接受不能接受了。我们讲够妙这是讲卖吃的。如果是大楼的话就还好，因为大楼现在它1、2楼做骑楼嘛，2楼做那种阁楼的那如果有卖吃的还有3楼的露台这也能挡它。所以你说油烟味啊、处理啊什么的，应该是还好但还是底下是卖吃的就比较容易会被人家扣分。讲起来就是这样，星巴克不会，卖吃的话星巴克不会。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
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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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是如果你家附近有卖吃的，然后它是排队名店，情况会不会反过来排队名店，我乱讲，嘉德凤梨酥每次要到了那个凤梨酥的季节，在那边排到还要警察出动来维持秩序，那个我们公司送礼也一定要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也觉得反正吃了那么多年，现在是觉得就好吃，没有到异常惊艳这样，但是那个就是一个硬通货，公关的硬通货嘉德凤梨酥。那如果你家出现了这种名店，会不会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影响到房价呢？我现在的判断是不会，负面的情况会比较多，原因是停车位，你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的停车位，一定会被来买的人通通占得乱七八糟，你自己的住户你都没得停就对了，这个对生活上影响比较大，对房价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呢，我真的是看不出来呢。像板桥有一家很有名的叫小潘凤梨酥嘛，对不对？他后来不是也去布到超商的通路，好像全家哪边就买得到这样。好，那个很特别那个是在老公寓区老公寓区里面的1楼的店面这样，他买了好几间店面就是做那个来买都排队排到弯弯绕绕排出来大家怎么来的？桥头拜在地就是骑机车，新庄的3重的大概都是骑机车来的。还有开车来的，那附近根本你就找不到停车位，真的找不到。我就很纳闷说那这里的住户他怎么办？他要停车，他要牵车，他怎么办？就是这样，你的停车位会被等于是什么？等于是说这个名气跟钱是这一家排队名店把它赚走可是它造成的一些负面的成本就是停车位没有，然后排队排乱七八糟，有噪音乱丢垃圾等等却是附近没有分到钱的人要一起承担。所以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家附近有排队名店，你说会不会影响到房价？
我个人认为你家附近有排队名厂会比较好就比方说你家附近就突然要开了个台积电，稳了，对不对你管它造成什么什么负面，稳了这个房价就是稳了，就这样。所以排队名店，我个人是感觉还好嘞，真的是还好嘞，大概就是这样。